潜水近视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是许道，欢迎来到我的下一期教学视频。很多粉丝都发信息给我问啊，说我潜水近视怎么办？我要不要戴隐形眼镜，还是去购买那种可换度数、换镜片的这种蛙镜？到底哪一种好？今天跟大家来一一分享啊。首先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我个人是比较高度近视的啊，所以我个人常年使用的是隐形眼镜。它好在哪儿？不好在哪儿？隐形眼镜呢，它很小很方便，对吧？你不需要去买一个特殊的这种蛙镜，隐形眼镜你只要记着带着它啊。很多时候人会忘，然后呢，你在你的备用工具包里面再带一个备份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。我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常年如果面镜它进水的话啊，我会很快的方法就把它处理掉，按着上面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头一抬，瞬间鼻子呼气，水就出去了。所以它的水在我面镜上，它永远都淹不到隐形眼镜的这个位置啊。这个也是大家最担心的。我的眼镜如果被冲掉了怎么办？我要找不回来了怎么办？这个也确实是它的一大弊端之一。还有去了浅的深的时候，它这个压力撑不撑得住？我个人的经验，我潜这么多年的水啊，我经常还去30-40米都没有问题。反正就是只要你做到外面的压强跟面镜里的压强，还有你身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话，都是平衡的。它就是在上面，它的压力大一点也是贴着你的皮，它中间只要没有气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说比较安全啊。我个人使用的是月抛，为什么？年抛的质量最好，月抛的质量是属于中间的，日抛质量其实最差，因为它的材质嘛，它只用一次就不需要了。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月抛是比较划算，而且买起来价格也适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在车上带一个备份。我同时，大家如果看我以前这个教学视频啊，你也能看到，就是这个我上传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一个备用的这个工具盒，里面就有一副备用的隐形眼镜，或者说是我如果在车上，我的这个备用包里面也会有一副隐形眼镜。因为有的时候潜水，你眼睛进了沙子，或者是不小心被水冲掉了，你没有备份的话，你今天就去不成了，对吧？第二潜就没戏了。或者你船潜的时候，不管怎样，一个隐形眼镜，比如说裂了呀，或者说是被水冲掉了，你这个眼镜被队友踢掉了，然后没小心或者挂到水草，整个一下水冲进去了，没有了，那么你的眼睛被冲掉的几率还是有的啊，或者说是跑到眼睛上面下面你找不着了，都是有可能的。所以说隐形眼镜带一份备份是比较好的啊。如果你喜欢拍水下照片的话，那你一定要看看我的滤镜包啊！我前2-3年总结了很多的滤镜包，就是一键就把你所拍的水下的这个RAW格式的照片啊，帮你挥到一个非常好的起始点啊，加上微调，你的精美大片就出片了。当然了，你的这个蛙镜，有人说也是可以把这个换掉，不是所有的面镜都可以换的啊。你买之前你就要问清楚这款可不可以换，换了以后它特制这个面镜换进去，你的度数跟你的眼睛一样，你就可以潜水。但是它也是有弊端的啊，就是如果你的面镜坏了，有几率哦。如果你的队友面镜坏了，你们可不可以互相用？那肯定是不行的。所以说你也得带一个备份，再放在床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是你其他的队友得带一个备份，这样子。所以也不是那么方便了，而且这个蛙镜，如果你买那种度数可以换的，它就是可以换的，不是说每一款买的都可以换。我的这3款都不可以换。还有我平时用的另外一款，我给你看啊，这自由潜用的也是不可以换的，所以买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而且特制镜片都是比较贵的，所以它比隐形眼镜起手价要贵很多啊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买的面镜盒，你尽量不要丢掉，其实非常有用的。不光是面镜放里面，再放点潜水包，不会压坏。我所有的容易坏的东西，你比如说潜水电脑，我都是带2套嘛，就是一个面镜，一个潜水电脑，我都会放在这一个这个面镜盒里面啊，然后你再放到你的那个潜水包，一般是软的啊，所以它再压，它不会把这些容易坏的东西压坏啊。所以潜水面镜盒一般都不要扔啊，都留着啊。你看这我另外一个面镜盒，我一般放的时候面镜这样放，里面呢放了一个备用的电脑啊，这个是自由潜用的，然后呢还有一个
防起雾的这个除雾的东西，我从来不用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麻烦，涂抹最好用啊。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些人喜欢，有的女生嫌脏啊，就用这个，我一般都在里面带着。好，这个是题外话了啊，就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这3款都是不可以换的，因为我常年用隐形眼镜这样子啊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质量问题和这个水压，因为你不可能去40米以上，你拿了这个，就到教练的话，你一般也都是30米也就撑死了，有很高级别的前面陪你，最深也就是40米，所以去那个深度也没什么意义，下去5分钟就上了，而且你还有可能淡醉啊，所以你要经常去20米左右或者20米以上，那隐形眼镜更不用担心了。还有就是你戴隐形眼镜，你有没有注意，如果天气好是热带或者说是非常舒服的啊，大家一上水都喜欢把面镜挂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大家出水了以后，他不是把面镜呢直接就摘掉，他喜欢这样卡着，其实很容易丢啊。还有的人呢，如果好一点，你可以挂下来放到脖子后面，他都不会丢这样。因为大家一上来啊就喜欢吹这个海风，对吧？要不然就是看着很好的这个天气啊，然后看看周围的美景啊。你要是戴度数的面镜，你是不是要一直戴着？然后别人上了岸都想把装备什么脱了往上走，或者慢慢走，你是不是要带着这个走？那还是在海边还好，那你不能开车的时候也带着它吧？你不能从家里或者说一路上就带这个玩意儿吧，所以你也得带一个框架镜，框架镜还要放到车上，你最好在上船的时候，你在船上再放一个备用的。所以总之你都得有备份。那所有的这些东西比起来，体积最小最好拿那就是隐形眼镜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为什么不带这个？要不然你还得带一个备份，要不然你坏了跟队友之间也没法换，对吧？那个框架镜你反正也得有2副，自己带一副，另一副是备份的，要么放车上，要么放船上，省不了的，都得有一套啊。希望这一期的潜水小贴士对大家平时潜水有帮助啊。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